心动是在所难免的，可是你不能行动。因为我会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你们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有，我也相信。我好像我跟汉伟，我跟玉清，跟他当年做好朋友的时候，他是很当红、很帅的时候，可是是完全不能来电的。即使我们两个人都是单身。大家好，欢迎来到慧眼说亮话，这是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聊天节目。每一集呢，我都会和慧玉呢以及嘉宾一起来谈天说地，关心一下生活中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我是慧玉，所以请 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是的啊，今天同样我们请到两位年轻的朋友，欢迎两位，尹双还有嘉瑞啊。是今天请到两位年轻的朋友，跟今天话题还有关系哈。是，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是，我们两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出轨。出轨，出轨有两种，比如是精神上和肉体上，你们觉得都可以接受吗？哪一种比较可以接受？哪里比较可以接受啊？好像都很难接受哎。从垃圾里面选哪一个垃圾可以带回家？哇，我的话应该是精神比较可以接受，因为精神还是可以挽救的地步，我觉得啊。我觉得在一段感情中，可能你跟你另一半在一起很久了，然后你看到新鲜的人，你新的同事，或者交到新的朋友，你顿时会觉得说，喂，这个人跟我很合拍哦，我们好像很合得来，然后你可能顿时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我觉得心动是在所难免的，可是你不能行动。心动算是出轨吗？精神上的出轨咯。对，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偏移。对，我觉得就是你对一个人有好感，那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开始给他传简讯啊，一些可能比较对朋友不会传的那种简讯，那就是精神上的出轨了。如果你称他为baby good morning， 这个就过分了。对，太过分了，就是精神上，虽然你肉体上没有出轨，但是你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 no。一般来讲，当你知道另一半出轨的时候，你是会关注是哪一种？肉体出轨，你会觉得哇，这很受伤。当然，可是如果精神出轨，你仔细想，更受伤。对，其实精神出轨比较难受，因为今时今日，我觉得无论男女啊，其实现在真的性观念很开放。无论男女，他可能一晚上起来有过了就有过了，然后呢，可能喝醉之后，不管什么原因，精神出轨，你仔细想一想，绵绵的思念呢，你永远不知道哈。我们现在哪怕在一起吃饭，你知道对方脑子里此刻在想另一个人吗？你不知道，可能他已经跟你讲我改了，我回来了。因为人不24小时不可能永远我爱你啊，我忠于你啊，我就是你，不可能嘛。我比较能够接受肉体出轨，我不能接受精神出轨。什么叫精神出轨？我的理解就是他在你心中就是男神，就是女神，他的魅力无法抵挡，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我们隔了一层。这种断得了吗？会啊，可以。我觉得精神出轨可能是一种你仰慕他那段时间，你对于这个人的欣赏。那可以几十年的哦。可是不会，可是他对于，我觉得如果是性爱的出轨的话，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一种惯性。知道吗？身体出轨惯性就是我这个没聊就过了，惯性的这个哪里可以原谅？可是如果是精神的话，他就是在那个瞬间里面，可能一段时间他在琢磨，可是他的人在你这里，心还是会在你，可能不小心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这可能还可以接受吧。因为我是秉持着这样子的希望，我希望精神出轨他可能一阵子之后就发现说 ，OK，I don't want to act on it， 我不想要任何行为，我要回到我女朋友身边。你怎么知道不想？是因为没机会。所以如果他有任何的行为之后，那就变成肉体出轨啦。那到时候就 game over 了。对啊，所以精神出轨很可怕啊！精神出轨对我来讲，永远存在肉体出轨的可能。它是前兆，那么很可怕。在我的经验里，或者所有的见识里，或者我的朋友里，精神出轨很少跟外人道的，就是很少知道的。我们不怎么知道的。是，可是往往肉体出轨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的朋友曾经跟谁有过，但是分了很彻底的，真的。所谓的寻求刺激的性关系，一旦分手，我跟你讲，双方都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有什么好留恋的？所以我一定要凹过来。精神出轨严重吗？恐怖吗 ？OK， 那另外一种嘛，就是说你精神出轨的话，就是假设同事之间，你允不允许说下班之后私讯
私讯的内容就是超越于工作和普通朋友的话题，那就是精神出轨了。对啊，对啊可以接受吗？我不行，你不行，可是一定要出轨一个啊，那不行，一定要出轨一个。对啊，这个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了。现象，你怎么那我宁可保证放弃这个男人啊！啊，我宁可放弃这个男人。你在找一个也这样啊，这世界就这样。不会，我相信世界上是有好的人。我也相信啊。好可怕，现在的世界。不要讲到现在只有男生都这样啦，男生很可怜哎，现在男生。现在女生比男生开放。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是我确实很难接受，可是我还是会选精神出轨，因为我会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我觉得只要他愿意跟我坦白这件事情，说明他还有挽留这一段感情的这个想法。这个说的很好玩，谁会坦白精神出轨啊？我觉得现在的人会比较坦白了。我觉得现在的人比较可以真的大啦啦的说，就好像怎么说？说完就再见了。就是说你问他，然后他就觉得如果不合拍，他们就好像和平分手这样。对对，分手比较果断。你们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有，我也相信。亮哥没有，感觉亮哥会说 no no。我发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通常现场女生总是第一反应有，肯定有，男生往往比较慢。对耶，因为他会发现在想，作为那几个闺蜜，她难道没想过下手吗？是一直没机会。如果说两个人各方面都很契合，好，那个纯友谊，我是打个巨大的问号。真的可以的。OK， 你看，好像我跟汉伟，我跟玉清，你不要说玉清啊，我跟他当年做好朋友的时候，他是很当红、很帅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可以很多东西都很合拍的，可是就是完全不能来电的。即使我们两个人都是单身，我们两个就是完全不可以的，感觉不对。纯友谊是指从头到尾彼此双方啊，会如果你跟某某某，你认为某某某的想法我们不知道，而且有的时候男人比女人要强烈。所以我想问，男人是不是交朋友女性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有前提的？什么叫一定要有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动机，就是有这个性，觉得要跟他有发展，你才可以跟他成为好。不，这叫什么话？啊，这没有这个前提啊。我觉得有年轻人来说，如果一般和女生主动去搭讪、去交友的话，很多时候肯定会有一点点好感的这个哦，真的吗？不，对，应该说他这个，我补充一下，对，同意，他这个好感里面有性意味的，包真的括了性意味，肯定有。哦，叫男孩子就是男生一定有前提呀。但是当然，另外一个状况是，比如说这个女生从头到尾第一眼就是不来电的，啊，对，永远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她的某一方，比如说工作上啊，某一方面让你特别欣赏，成为朋友，这个也有的。感觉我们女生交男性朋友之前比较没有前提，就是觉得说女谈得来就可以聊啊。女性是比较讲感心的嘛性的，对，男生只是讲性的。没有，男生不是这样的。是，我觉得今天给男生贴很多标签没有啦，男生我觉得肯定就是一般遇到漂亮的女生，那是有这个前提。但是我个人我不代表全部男生啊，我个人交朋友跟女生聊天，我不会说特意有什么原因才会去找她，一定就是刚好巧合这个地点遇到这个女生。对，可是我们是说，真浪费时间。一个星期，你每天都主动跟这个女生说话，有纯友谊吗？有啊。你是找不到女朋友吗？我 OK， 我必须说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跟一个人聊天，特别是女生经常会产生有好感，但是我会去思考这个好感足不足够我维持到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把话题拉回一段感情，是你们宁可当正宫，对，当小三。是，我跟你说，当小三其实蛮自在的哦，负责花钱，没有压力，没错，而且负责安慰，怎么刺激就怎么刺激。对，极尽你温柔之能事，反正他要走的嘛，对不对？他一走你就骂吗？这样的男生边上的正宫，你也面临分分钟的挑战。有的人讲，我做瑜伽，我拼命维持美容发型。但是抵不过青春岁月，总有18岁的跳出来，那是你的困扰啊！而且你每天还不知道，你看做小三至少知道他回去了，
你痛苦是有对象的，对吗？你的对象是正宫，做正宫的连对象是谁都不知道。可以有小三，也可以有小四、小五、小六啊。小三也不知道小四、小五、小六的存在啊。那你想开就好了，小四、小五跟你面临的痛苦是一样的。那我呢？我宁可当正宫，因为至少我名正言顺，我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隐藏的，我过得坦荡荡、是自在，我对得起良心。对，我也是当正宫。你讲小三对不起良心，他也对得起，他也很坦荡荡。怎么坦荡？克服委屈而已啊。没有，我觉得小三对啊，不只有委屈，还有良心上的谴责啊，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良心谴哦，就是伤害了另外一个女生。对啊，破坏了一个家庭，哎，这怎么可以接受？对不对？教过补习的时候，我有去过一个家，他就是大房、二房、三房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就彼此都知道，就是不接触。哇，呀，好开放，很开放。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会很和平。我有朋友还没有结婚，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允许对方说 ，OK， 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满足你在性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你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就是三人行，不是三人行，这个是你可以各找各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喜欢一些东西，我没办法做到的，那你找另外一个人去做，可以，我允许你去外面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各玩各的。各玩各的。那三人行是什么概念？三人行哦。我也有一个朋友，我真的觉得我的身边的朋友都很奇怪。我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他是加入了另外一个人的三人行，就是说有这样一对男女朋友，他们两个在一起六七年了，然后他们觉得对彼此的新鲜感已经不足了，但是他们又很恩爱，他们想要找第三个人来补足这个新鲜感。所以性方面的，他们性方面的新鲜感，但是也是感情方面的哦，不只是性方面的。他们觉得说需要找一个完全加入到他们关系。2女1男还是2男1女？两男1女。两男一女 ，OK， 哇哦，哇哦，如果现在一个男生要包一个20岁的女生，现在女生，他直接讲价钱，搞得定吗？很多很 common， ，OK，是吧？一个月多少？5000？我不知道5000算少了 ，Come on，5000块要包一个女再加一张卡，任你刷吗？哦，我不会接受。不是你啦，我说现在的，然后你是说会有人？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女生的想法是和我一样的，我需要买的东西我自己奋斗，我自己赚就可以了，我为什么需要一个人帮？我自己觉得啦。我身边有朋友啦，他们不是说不独立，但是说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他觉得对他损失没有很严重，他完全可以接受。我也可以理解。对，因为只是几年的这样的一个青春，真的让他可以少奋斗很多年的话，为什么不要一个更好的起点？对，以前我们的年代是这种东西是晴天霹雳，是不能接受的，视若猛。可是现在的就是会觉得 OK 吧，就是那几年，很多人会就这样想，就那几年的时间。之所以有这个所谓的一个风潮，这个现在社会竞争太大，压力太大。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成功人士，无论是事业人脉，有的时候做小三不仅为了钱，为了他的人脉可以拖你一把，那可以拖很远的。现在其实不止女生会这样，有男生也是这样。对啊，少奋斗20年，人家都是这样讲嘛。对所以姐弟恋、母子恋、什么奶孙恋都会出现的，都会出现的。比如说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问一个年轻人，现在有一个阿姨喜欢你，我们不要很不堪，70、80吧 OK， 50、60吧，对不对？但是亿万富豪，你却不心完全不动，哎，正宫不小三啊，正宫直接嫁你，对，不是，那我要付出什么？直接嫁。那我要付出你的什么？身体啊，你说呢？要付出什么？就你的爱他了肉体当然精神可以，肉体不可以。在婚姻当中也是这样，观念一变，据说现在有很多新的婚姻形式啊。对，我听过的这个我的朋友，他们在日本的就是，夫妻在同一个屋檐下，照顾他们的小孩，他们只是不同房的，日本还有分居的，就是分居夫妻不同结婚之后住在不同的地方，这很奇葩哎。叫做什么别居婚？分居婚，那它日语是别居婚。哦，对，酷，就是别居在一起。有啦，就是他们就是说结了婚之后呢，两个人可以不需要住在同一个地方，而是各自有各自的空间，不只是不同房。最早之前那个有20、30年前了，不是流行，越来越多的叫周末夫妻。
对对对，哎，我听过这个，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各做各的，对你去工作也干什不一定不么干什么去，回来，有时候回来，有时候不回来，有时候可能搞不清楚的，也没人管的。回来呢是你回来就回来了。对，然后周末就是在一起的，周末在一起的，所以叫做周末夫妻。周末夫妻，据说很多有人呢这么探讨，就大家不要想着他们一定感情疏离啊，不是，说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工作确实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你想想，假设说这夫妻俩都是不同公司的高管，还是婚姻？婚姻，不会，绝对婚姻，而且感情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不过呢，平时不是朝九晚五了，因为现代人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高管，你会出差，你要谈市场分析会，你有应酬，而且男女双方如果分别的都有应酬。但我觉得撇开工作，有些人可能就是选择要这样子的做法，即便自己是朝九晚五，有选择回家，但是还是可能回娘家，就回自己的住宿什么的，因为觉得说 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你越看不到你的另一半，你就会越喜欢他，越思念他啊！这干嘛结婚？小别胜新婚，对。但是我很不同意了。对，我的想法是，有10000个理由你变成周末夫妻，但是反过来，我觉得有10000个理由可以不要成为周末夫妻。只要你愿意。这个就是，比如说其中一方牺牲自己的工作。对，这就是以前的人会比较愿意做出这种我要为大局着想，可是现在的人就是会想说自己我分开住的好处就是我有自己的时间。你要成家干什么？对啊，这样什么？因为现在成家的改掉了吗？对，现在不一样了。你成家不是为了一个家庭，为了一个小孩了，大伙吃饭。也不是大伙吃饭嘛，我觉得大家结婚的理由肯定不一样，但是一定要想到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你想要什么，因为你不可能想到说每天都要为你的对象着想啊，你不可能说我为了他我放弃我的工作，可是我的工作在我的生命中占比比他可能还重要呢。完全同意。我觉得人活着要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呢一定包括有得有失，要包容的嘛。你不能什么都要，我觉得这个非常自私的一个想法。没有，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就是一起，为什么要走进婚姻？就是你要。就是所谓的，你看上眼，你觉得他挺不错，就好像你说炮也挺不错，就好像亮哥刚才说的。可是到后来发现，生活啦、素质方面啊、习惯啊，还是有一些饮食方面是不一样的时候，所以当你找到一个人跟你差不多一样，大家要互相的去迁就，才会走进婚姻嘛。然后你懂吗？才会这样的影响。我反而觉得一个星期如果夫妻分开1天，那是不过分的。我觉得反而需要这个空间。对，是年轻人的想法吗？分居开1天跟周末夫妻是2个概念。对 ，OK， 周末夫妻是分开5天嘛，可能那个太过分，我自己也觉得说太多了。你就是居少离多嘛，可是分开1天，我觉得那个还说得过去，你觉得呢？我觉得分开几天都蛮说得过去的，因为它这个存在是有理由的嘛，对不对？两个肯定我们2个是有带，我们全是没有 generation gap。刚刚说到责任，我觉得我必须要说，责任不只是对别人的责任，也要对自己的责任。你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会有磨合的地方，一些习惯上，不管再怎么契合，肯定会有小事会争吵。那这些小事磨多了以后，会造成你自己精神上的不稳定。那你的一些情绪会发泄到你结婚的对象身上。那你分居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你把这些会产生矛盾的时间分移到自己的身上，对，那也是一种责任，对不对？自己消化你自己的负面情感，对，自己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何必带给你对方呢？对，你看现在是年轻人，他们讲的对我怎么活我怎么爽不是你们讲的是短期的一种不是短期，是真的分居，完全的分居，真的分居根本谈不上。你冷静要冷静多久 ？OK， 你冷静10年没有 OK， 我们就看日本的分居，其实他们的理想状态是2个人住的位置很相近，就可能就隔1条街2条街，5分钟就可以走到。但是就是2个人住在不同的屋檐下，你可以说中午来一起吃个饭啊，这样。我觉得奇怪无比。对2个人在一起为什么2个人在一起？我问你们，2个人在一起好在哪里？2个人在一起好在哪里？好处是快乐放大。你们因为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说话、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把同样一个东西我分享给你，你也很喜欢这个多肉植物，我也很喜欢，这就放大了。假设说今天我们要冷静，你种这个，我种黄瓜，那我们要成什么家？
那这样太不不是我跟你讲，所有成了家之后再分开过又不离婚的，那都耍流氓，我觉得很夸张，很过分，很自私，极其自私，只知道爱自己，不知道爱别人。因为爱自己是爱别人的前提，你不会爱自己，怎么去爱别人？这个说得很好，对但是爱了自己不能仅仅啊。对呀。可是你会以我为中心，觉得这要迁就。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亮哥所说的，就同样的东西，就好像我喜欢杯子这样摆，你喜欢这杯这样摆，就互相的去迁就，就互相的去把这个感情去提升。很多情况，我觉得是，比如说，男生喜欢玩游戏，那女生很不喜欢看到他玩游戏。可是男生的爱好就是这个，你不可能说，肯定会有两个人的爱好有一些冲突的。那如果你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房子，那你这个时间就可以玩游戏啊。那为什么？这个例子举得非常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所以我不同意的就是你们的解决方式就是让我玩游戏，你眼不见为净。错，婚姻不是这样的。婚姻应该或者我改掉玩游戏迎合你也错。你应该适合我，比如说把玩游戏8个小时改成2个小时，你要接受我2个小时，然后一起过。或者是你们前提是说，我喜欢玩游戏，可能这个空间里面你给我去玩游戏，我可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我在房间里面有这个8小时里面，我需要我这一天里面的空间，可是不是要分开住。那为什么婚姻就是要戴这个戒指，就是锁住你的心的？所以那个心的两个人要一直有一个，就是念着对方的那个信念跟那个想法，它是存在的，它是一直会。这夫妻久了，之前的激情可能会慢慢淡，可是那个情感它是一直在延续着的。对，如果你一分开的话，他慢慢觉得那个东西，他就慢慢觉得不重要了，不重要的，他不需要去延续，他也不需要去维持，他之前里面的东西，觉得可能我现在想我自己多一些，就会慢慢越来越远，拉得越来越远了。所以这就是夫妻为什么叫夫跟妻在一起的。对，所以可能，所以我觉得我们讲这么多哈，重要的是每一个夫妻还是要有自己的沟通。如果你觉得周末婚姻适合你的话，那就周末婚姻啊 ，Who cares？ 如果你觉得每天在一起最适合你们的话，那就每天在一起啊。但是如果走得下去，过得快乐就好了。对，但是如果你跟乙双一样，既不能接受精神出轨，也不能接受肉体出轨，就不要选择周末夫妻。周末夫妻往往是出轨的。这危险前提先说好，对吗？金玉良言呢。感谢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支持啊！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话题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哪个更可怕，有自己的意见或者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们。当然，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话题想聊，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也欢迎你们 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好，来，谢谢大家，谢谢。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哎呦 ，Thank you， 哇，谢谢。生日快乐！这样巧啊！高寿啊！好，我该拿 CPM 了。18岁，收视长虹。耶！谢谢大家，谢谢。